2025年，一场罕见的天地交汇，被称为青龙归位。这不仅是天文现象，更被佛门视为一次修行的大好机缘。灵山法会上，地藏王菩萨现身说法，吸引了无数修行者前来聆听开示。坐下云集的不仅有修行多年的高僧，还有慕名而来的世间凡人。他们都想知道，这所谓的青龙归位究竟会给修行带来怎样的改变。法会正进行着，一位年过60的老修行者起身，神色凝重，双手合十，向地藏王菩萨请教：菩萨，弟子每日持诵大悲咒，已多年未间断，可总觉得事倍功半，难以精进。听闻青龙归位之年与修行大有关联，不知是否属实？这一问引得全场侧目。大悲咒的神奇力量早有耳闻，可修行多年仍不得要领，实在让人困惑。更何况青龙归位这个概念在佛经中先有提及，为何会突然成为修行的关键？地藏王菩萨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：善哉，善哉，你这一问正合时宜。青龙归位，天地灵气交汇，是修行的大好时机，但仅靠时机还不够，修行人必须知晓3大关键时机，方能事半功倍。菩萨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，接着说道：我且说与你们听。菩萨目光慈悲，声音平静，却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。你们是否留意过，每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划破夜空，或是夕阳西下之际，诵持大悲咒时，心灵会感到格外宁静。这是因为晨钟暮鼓之时，正是阴阳交替的瞬间，天地灵气最为活跃，此刻持咒最易与佛法感应。菩萨话音刚落，老修行者恍然大悟，难怪我每日清晨诵咒，总觉得头脑清明，杂念减少，而到了白日，却常感心神不定，念不出那份虔诚。其他修行者听后也纷纷点头附和。菩萨微微一笑，接着说道：修行就如同耕种，晨钟暮鼓之间，正是种下清净种子的良机。可惜世人常因琐事扰心，错过这等天赐时机。正当众人沉思之际，菩萨话锋一转，第2个修行时机在于月圆与月缺之日，尤其是每月15与30这2天，月亮的盈亏变化最为显著，天地能量随之起伏。此时持诵大悲咒，不仅能消除业障，更能增长福慧。一位年轻修行者抬头问道：菩萨，月圆月缺为何能影响修行？月亮的盈亏与人有何关联？菩萨目光深邃，缓缓说道：月亮影响潮汐，亦影响人心。你们或许未曾察觉，但月圆时，人的情绪往往更为高涨；月缺时，内心又一生寂静。
这是天地自然的规律。正因如此，修行人在月圆之夜能更易感应佛光，而在月缺之时能放下杂念，反思己身。这番话让在场修行者恍然大悟。有人感慨道：难怪我每逢15松咒，总感到心胸宽广，仿佛能包容一切。原来这是月亮的力量。菩萨稍作停顿，又道出了这第3个时机。这个时机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惊。这个时候修行，难道不会被影响吗？这第3个时机若是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，便算得上是修行有成了。菩萨说的第3个时机，就是第3个修行的黄金时机，便在人心最寂静之时。当四下无人，万籁俱寂，你们独自安坐，专注于大悲咒，最易感应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心。可惜大多数修行人并未抓住这份寂静。菩萨叹息道：许多人即使独处，也会被杂念困扰，心猿意马，难以专注。如此一来，即便念再多佛号，也难以触及咒力的真谛。老修行者低头沉思，终于开口：菩萨所言极是，我每日诵咒，总会被杂念干扰，有时甚至忍不住怀疑我的修行究竟是否有效。菩萨听罢，露出一抹慈悲的笑容。修行最大的障碍，从来不是外界，而是你自己。你必须先让心静下来，才能真正与大悲咒的力量相应。菩萨的开示深深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众人无不自省，这些年来自己是否浪费了太多宝贵的修行时机。而菩萨的话语更像是点燃了一盏明灯，引领他们走向更高的修行境界。然而正当众人沉浸在菩萨的智慧中时，菩萨的声音再次传来：若想真正领悟大悲咒的力量，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秘诀。这个秘诀若不能掌握，你们的修行效果将大打折扣。地藏王菩萨停顿片刻，扫视众人，那目光似乎能看透每个人内心的疑惑和执着。随后他缓缓开口：修行的时机虽重要，但你们可曾想过，时机之外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？老修行者眼中露出困惑，忍不住问：菩萨，若时机已是关键所在，那还有什么比它更重要？菩萨微微一笑：时机是助缘，而非根本。真正的根本是你们的心。如果心不清净，哪怕再好的时机也只是浪费。全场一片寂静。这句话如同一道雷声，击中了每个人的内心。许多人开始反思，自己是否真正做到清净心，是否能在修行时摒除杂念。然而还未等他们整理思绪，菩萨的话语已经掀起新的波澜。有人常问，修行为何需要时机？菩萨的声音变得低缓，却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。你们是否知道，
天地间的能量交汇是短暂的，如同闪电划过天际，只在瞬间，若不能把握，便如空手抓水，只能任其流逝。年轻的修行者忍不住问：菩萨，那我们如何才能抓住这瞬间的力量？菩萨看向他，目光深邃，抓住时机，并非仅仅在对的时间持诵，更在于内心与天地的契合。这便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重点，如何利用这些时机，真正与大悲咒感应。它话锋一转，你们可知大悲咒为何能在这些特定时刻彰显出惊人的力量？菩萨目光微转，继续说道：大悲咒乃观世音菩萨传下，承载的是大慈悲心的无上法力，而慈悲心本质上与天地运行的规律相通，晨钟暮鼓之间，阴阳交替，正是天地运行的一个重要节点，月圆月缺，潮汐起伏，使万物转化的显现至于寂静无扰之时，则是人心最接近本性的时刻。老修行者恍然大悟，菩萨的意思是，这些事迹本身就是与天地和谐的表现。正是如此，菩萨点头，修行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清净与天地的共振，时机不是独立存在的，而是帮助你们进入这一状态的桥梁。如果你们的心能够达到与天地和谐的境地，时机便无所谓早晚。这番话犹如投石入湖，在众人心中激起阵阵涟漪。年轻修行者低声问：菩萨，若我们无法完全做到心无杂念，又该如何利用这些时机修行？菩萨沉吟片刻，语气中多了几分慈悲。这是许多人都会遇到的难题，而解决之道在于一字：静。修行的第一步是让心静下来。菩萨语气平和，却如同利剑刺破迷雾。没有清净的心，一切修行都如蜃楼海市，看似美好，实则虚幻。你们每日持咒，却为何难以感应？正是因为心中杂念如狂风，吹散了所有的专注。听到这里，许多修行者脸上露出若有所悟的神情。老修行者拱手问道：菩萨，那为何晨钟暮鼓，月圆月缺或寂静无人时更容易达到这种状态？菩萨答道：因为这些时机本身带有强大的自然能量，能够帮助你们安抚心绪，它们是助缘，但不是决定性因素。若能在平日里训练自己清净的心境，即使没有这些特定时机，你们依然能够感应大悲咒的力量。正当众人沉浸在菩萨的开示中时，菩萨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凝重。但即便你们抓住了时机，也静下了心，仍有一个关键之处需要注意。这一点若做不到，纵使诵持千遍万遍，也难以真正触及大悲咒的核心力量。众人神情紧张，纷纷屏住呼吸，等待菩萨揭晓答案。然而
菩萨却未立即说出，而是何时低头，似在静思。片刻后，他抬起头，目光清澈，却又深不可测。你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修行之本吗？他淡淡地问。众人一片沉默，显然无人敢轻易作答。菩萨再次开口，若想触及大悲咒的力量，首先要发自内心地相信它的功德，这份心才是一切修行的真正根本。地藏王菩萨的话在法会上久久回响，修行者若想真正触及大悲咒的力量，信心是根本，没有心，便如种子失去了土壤，无论如何用功，也无法发芽开花。菩萨继续说道，你们或许以为念诵大悲咒时，只要口诵不停，就能获得感应。然而，若心存疑虑，咒力便如流水入沙，毫无成效。此时，一位年轻修行者不解地问：菩萨，弟子常听人说信愿行是修行3要素，为何信会如此重要？菩萨微微颔首，语气柔和却坚定。信是修行的起点，若不信，便无愿；若无愿，则无行。只有发自内心的相信大悲咒蕴含的慈悲与力量，才能真正开启它的感应之门。但仅仅有信心还不够。菩萨继续说道，大悲咒的力量不仅来源于咒语本身，还在于你是否具备慈悲心。观世音菩萨传下大悲咒，其核心便是大慈悲二字。若心存恶念或私欲，念咒便如空壳，无济于事。此时，一位弟子站起身，双手合十，向菩萨请教：菩萨，如何才能培养真正的慈悲心呢？菩萨微笑着答道：慈悲心并非遥不可及，首先要学会感同身受，将众生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。其次，每日念咒时，心中默念祈愿，愿这咒语的力量能帮助所有苦难众生脱离痛苦。如此一来，你的念咒不仅为自己，更是为了天下众生，这便是大悲咒的真正意义。菩萨缓缓站起，目光慈悲且坚定，愿你们每一声咒语都带着坚定的信念，愿你们的修行不仅为自己，更为天下众生。如此，天地虽无常，你们的心亦能长久安住于佛法之中。灵山上的晨光洒下，法会结束，修行者们缓缓离开，却将菩萨的教诲深深刻入了心中。每个人都在思索，如何将信心与慈悲心融入自己的每一次持咒之中。或许大悲咒的真正力量，不仅是帮助他们摆脱恐惧，更是让他们在修行路上迈向真正的解脱。在佛门典籍中，青龙归位被视为万物更新的契机。地藏本愿经有云：龙归9天，万象更新。2025年恰逢100年难遇的青龙归位之年，
这一年不仅天象特殊，更蕴含着改变命运的三重时机。在《地藏经》的诸多注解中，对这一年都有特别的记载。经文提到，龙行天际时，万物生机现龙归本位日，众生的解脱。这段话暗示着2025年将带来一个特殊的转机期。在佛教的历史长河中，每逢青龙归位之年，都会出现影响深远的变革。地藏菩萨的法旨中特别提到了这一年的3个关键时机，其中最后一个更是关乎众生的根本利益。100年前，一位得道高僧济空法师在某寺讲经时谈到过这个问题，他的开示被收录在《济空语录》中，成为后人研习的重要典籍。传说中，这部语录原本是由他的几位弟子分别记录，后来经过整理汇编而成。其中关于青龙归位的开示，被认为是全书最精妙的部分。济空法师说，2025年青龙归位是100年难遇的机缘。这一年不仅天象特殊，更有3重殊胜时机，错过这3个时机，可能要再等100年。每个时机都像一扇门，推开它，就能见到不一样的天地。殿内香烟缭绕，众人聚精会神地听着。一位虔诚的居士起身问道：“师父，这3重时机究竟是什么？要如何把握？我们又该如何准备？”济空法师望着殿外的竹林，缓缓说道：“第1重时机在于心开。”他的声音温和却充满力量。青龙归位时，天地正气充盈，最容易打开心灵的枷锁。许多人一生被困在执念中，就是因为错过了这样的时机。就像这竹子，看似节节相隔，实则内里相通。人心也是如此，看似被烦恼所困，实则本自圆通。青龙归位之年，正是打破心障的最佳时机。这个时候，人们最容易看清自己内心的真实。一位面带愁容的中年人起身说道：“师父，弟子最近生意不顺，家中也不太平，每天都觉得心事重重，难以释怀。不知这心开之机对我可有帮助？”济空法师慈祥地看着他说：“你的烦恼正是心未开的表现，心若打开，一切境界都会不同。烦恼减少了，智慧增长了，这就是征兆。就像春天到来时，万物都能感受到那股生机，心开的感觉比这更加明显。弟子愚钝，还请师父明示，如何才能打开这颗心呢？”那人追问道。济空法师说：“心开之法，贵在日常。饭来吃饭，睡来安眠，不执着于得失，不纠结于是非。慢慢的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的烦恼都像云烟一样散去了。就像那竹子，任凭风雨，始终挺拔。这不是强求来的，而是自然而然的状态。
他的话引起了众人的共鸣。一位年轻的学子说：“师父，我虽年轻，却也总觉得心中郁结难解。听了您的开示，似乎明白了些什么。”济公法师点点头。年轻人心思活络，反而更容易被杂念所扰，但这恰恰说明你的心还未真正打开。当心真正打开时，一切烦恼都会变得轻松，就像这竹子的结，看似是阻碍，实则是让它更坚韧的支撑。那第二重时机呢？众人急切地问道。济公法师抬头看着天边的流云说：“第二重时机在于缘聚。这一年，诸多善缘会不期而遇，无论是事业、学业还是修行，都容易遇到贵人相助。就像天上的云，看似随意飘动，实则自有其轨迹。”他接着解释说，青龙代表的是一股向上的力量，这股力量能帮助人突破原有的局限，找到新的发展方向。但是能否抓住这股力量，就要看个人的悟性了。有的人会觉得这只是巧合，有的人却能看出其中的玄机。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居士颤巍巍地站起来问：“师父，这缘分来时，我们该如何把握呢？老朽年事已高，就怕错过机缘啊。”济公法师微笑道：“缘分如春雨，润物无声。当机缘来临时，不要刻意强求，也不要刻意回避，保持一颗平常心，自然能够认出真正的机缘。年纪大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态。有时候，一个简单的微笑，也可能是打开善缘之门的钥匙。”这时，一位身着素袍的女居士问道：“师父，如果遇到不好的缘分，该如何化解呢？”济公法师答道：“所谓好坏的缘分，也是心的显现。当你的心真正打开时，就会发现每个缘分都有其意义。就像竹子，风雨是考验，也是滋养，关键在于你如何看待和运用。”听到这里，众人都若有所思。济公法师看着他们的表情，继续说道：“其实，心开和缘聚这两重时机是相互关联的。心若不开，纵有好缘，也难以把握；缘若不聚，新开的契机也可能错过。这就像竹林中的每一根竹子，看似独立，实则根系相连。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个道理，忽然，一阵清脆的竹笛声从远处传来，打断了济公法师的话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片竹叶轻轻飘落，恰好落在济公法师的禅杖上。他凝视着这片竹叶，神色变得格外庄重。说到第三重时机，却是最为关键的。它不仅能改变人的命运，更能……第三重时机在于真气。济公法师拈起那片竹叶，语气变得庄重。这是一个觉醒真我的殊胜机缘。青龙归位之时，天地之间会出现一股特殊的能量，
这股能量能唤醒人的本真，就像这片竹叶，看似偶然落下，实则暗合天机。他继续说道，青龙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灵性之光，当这道光照耀时，人们最容易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，却不知道最好的觉醒时机就在2025年。这一年不仅是时间的轮转，更是灵魂的重生。济空法师特别强调了把握三重时机的具体方法。把握新开之机，要做到3点：一是保持内心的宁静，就像深潭一般，不为外界纷扰所动；二是常存感恩之心，对一切境遇心怀感激，这就像竹子虽遇风雨，却依然挺直；三是放下执着，不被过去的经历所困，如同竹节虽多却内通。要把握缘聚之机，也有3个要诀：一是广结善缘，以善待人，就像春风化雨般润物无声；二是敏锐观察，不错过机会，如同竹叶能感知最细微的风；三是勇于尝试，不畏惧改变，就像青竹虽柔，却能冲天。至于真气之机，更要注意3点：一是诚心诚意，保持对生命的敬畏，如同对待每一片竹叶般珍惜；二是静心修持，每日抽时间冥想或打坐，就像竹子扎根大地般稳固；三是求真向善，在生活中力行善举，如同竹子虚心却节节向上。他特别提醒道，这3重时机看似分开，实则相互关联。心开是基础，如同竹子的根源聚是助力，如同竹子的结真气是目标，如同竹子的关缺一不可。济空法师还指出了各个时机即将到来时的征兆。当你发现内心变得格外宁静，对事物的看法开始改变，烦恼自然淡去，这就是心开的征兆。当你遇到的贵人和机会突然增多，善缘接连而至，这是缘聚的显现。当你开始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觉醒，内心充满光明，这就是真气的开始。他特别强调，这3重时机的出现往往会伴随着一些特殊的体验。有人会梦见光明，有人会听到梵音，有人会感受到莫名的喜悦，这些都是机缘将至的预兆。但要记住，不要执着于这些表象，重要的是内心的真实觉醒。接着济空法师详细解释了如何为这3重时机做准备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要保持3种修持：一是静心，时常反省自己的心念，保持清净；二是修善，处处为他人着想，积累福德；三是明理，多读经典，增长智慧。在行为上也有3点要注意：一是戒躁，不急不躁，保持平和；二是守中，不偏不倚，持守中道；三是精进，持之以恒，
不懈怠。在心态上，更要把握3个要领：一是谦虚，不自满不自傲；二是包容，对一切人事物心存理解；三是慈悲，以利他之心行事。最后，济公法师语重心长地说，2025年的青龙归位，不仅是一个时间节点，更是一个灵性觉醒的契机。要想把握住这难得的机缘，关键在于提前准备，保持警醒。切记，机缘虽好，但不能盲目追求，要以清净心来感应，以智慧心来把握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说，不要把这3重时机看作是外在的机缘，而要视为内在的觉醒。青龙归位带来的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福报，而是一次提升心灵境界的机会。这种机会100年难遇，错过这次，可能要等到下一个轮回。那片飘落的竹叶在他手中轻轻晃动，仿佛在诉说着天机的玄妙。殿外的竹林在晚风中沙沙作响，像是在印证法师的话语。从那以后，这段开始被记入济公语录，成为后人修行的重要指引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感恩菩萨开示。愿一切皆美好，于喧嚣尘世寻内心宁静，菩萨慈悲照亮漫漫人生路，以虔诚之心，祈愿顺遂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